这个世界上缺聪明人吗？其实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，真的不缺。在我的身边就有许许多多比我更聪明的人。其实他们在这个社会中获得的机会也比我多，因为他们嘴比我甜，会说话，没有那么多讲究没有那么多他们认为的不可逾越的底线。所以如果大家受的教育差不多，生活环境差不多的话，其实嘴甜一点，那么机会会比我更多。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这个社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，更容易获得其他人的帮助。如果说嘴比较甜，多哄哄人，其实他们能得到的帮助呢，往往是超越我的想象的。几十年来，有的时候作为我个人来说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一直认为是属于那种把你逼到墙角，你就只能靠自己，所有的事儿都靠自己去办它有它的好处。最起码一点，你任何一件事儿，你会在你做的过程中，你的感悟会比较深，然后你得来的教训，包括血淋淋的这种现实，它不仅教育了你，而且也在锤炼你。你始终不会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，因为你进不了温室，对吧？一句话换到我这种人身上，叫做笨鸟先飞。否则的话，你永远不可能到达彼岸。那么与我相对应的有很多人，他们是擅长走捷径的，非常轻松。当我颠簸颠簸的坐火车去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，我灰头土脸的准备下车，人家笑盈盈的在车站接我，因为他是坐飞机来的。同样是一个城市出发，他不仅先到了，而且可能会洗了把澡，换了一身衣服，打个车，轻轻松松的过来接你，还帮你提行李。你会感觉到同人不同命，对吧？在我人生前面几十年的经历中，这种事儿经常发生，所以我就一直安慰自己，如果梦想太远的话，我就选择早一点出发，多放一些提前量，这样呢，虽然跌跌爬爬的，但是终归你能到达你心中的那个高度。因为今天一天我都在忙着处理一件事儿，那么我的一位亲属生病了，到目前为止，医生没有给明确的会诊的结论，涉及到好几个问题，但有一个是很明确的，心脏有问题，有可能会心梗。那这样一来的话，就不能坐飞机了，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，即便有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，有更为适当的医院，它也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到达的。
我一生很少坐飞机，在高空我也会耳鸣，会非常的不舒服。但是我这个人很笨，我宁愿在路上多停一停，多花一点时间。其实去年我有一个朋友也遇到了这么尴尬的事儿，他是一位上海人，已经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医院，他也有10年签，随时可以过来。但是医生不建议他坐飞机了，这是一个相当委婉的说法。其实航空公司要是知道他的情况，估计也不会卖票给他了。他最后选择有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很快从发病到离开人世几个月，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。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例子，有许多人，他们曾经在几乎是能够领先我们的各个方面，都属于那种弄潮儿，走在时代的前沿。他们去了很多国家，甚至一个月飞个7、8趟。张狂的时候，烫个头都要去香港，买个包都要去法国。当然了，一年再花个10趟8趟的到澳门去赌个钱，那就属于很正常的消遣。其实人生就是这样，当你在做一件事儿的时候，你很难预料到今后会发生什么。但如果说你每做一步，你期望今后不后悔的话，其实也很难。所以我们一直在说，尽可能不说狡兔3窟吧，最起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许多太过聪明的人其实是做不到的，他们认为他们一直是时代的幸运儿，每一次浪潮他们都赶上了，有了房，有了车，有了家庭，有了孩子，有了自己的事业。那么无论什么时候，他们都可以享受人生，甚至可以挥洒人生。他们总是认为他们比我们看得更远，看得更清，因为他们去过的地方更多，见过的人更多，接触到的层面有可能也比我多。但是再精明，你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来得更早。当你觉得你随时可以到欧洲度假的时候，你随时可以在你认为风声不对的时候离开这个国家，换一种活法。但很多人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我知道有很多人舍不得自己的企业，舍不得蒸蒸日上的这种报表上的数据。当他们遇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他们感觉到受到了一个震动，他们很快就调整了，把自己的产品通过其他国家去发散出去。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又搞了一个就是其实不是一个，但是目前能看到的有
就是最近的一个，可能是针对中国的床垫，一下征收了1700%多的反倾销税，对吧？其实我们知道，每一个行业中都有这些佼佼者，他们认为他们始终可以避险。当太阳能被国外征收反倾销税的时候，他们抓住了钢材市场的这种疲软。你往欧洲卖钢材的可能性虽然不大，但是往中国周边卖钢材利润相当大。而且如果你帮助这些钢铁厂来销售他们的钢材，他们还会主动帮你办理贷款。那么等到钢铁业回暖了，他可以选择找煤炭行业。当煤炭行业不是那么走势了，他再去找别的东西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非常精明，他们也能充分的利用他们的人脉，在各个行业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你甚至不能确定他真正从属的是哪一个行业，只能说什么行业挣钱他们就干什么。这种人我一直很羡慕他们，我也非常的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企业在国外设一个办事处，留一个尾巴。其实之前劝过很多遍，包括他们的孩子即便比较小，也不缺这点钱，无论是在国外找一个寄宿家庭，还是干脆直接买个房子雇个管家，是吧？孩子在国外上学，其实这些条件都是可以达到的，但是很多人都不听劝。最终现在发现企业被混改了，还行，闹个几年，政府还能告诉你混改了以后他会补偿你，最多的我们一个朋友据说能够拿到5000万，但是很遗憾，很快就接到了另外一份通知，因为债务上的纠纷，一个三角债，他的5000万被冻结了，涉及到要打官司，要打多少年不知道，是吧？短时间内厂子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还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诉讼。那么有一些人能破釜沉舟，说我把房子卖了，我拔腿就走吧。现在想卖房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很多地方的房子从挂牌到中介劝说他降价，然后他主动的跟中介谈我要降价，到现在为止上门来看房的人都寥寥无几。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么搞笑，聪明人太多，傻子太少。但最终的悲剧我只看到一类，就是你宁愿不要钱，你甚至可以放弃一切，连家人都可以不顾，你就想自己走，医生告诉你你不能坐飞机了，你怎么走啊？划船吗？所以人生就是这么无常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自以为最聪明的人，他们在一生中没有受过大的波折，每一次风浪，无论是依靠长辈的情面，还是依靠他们自己的精明，甚至他们的预感，他们都规避掉了。但最终总会栽到一个坑里。
有的时候这个坑栽进去了，这辈子就结束了。所以我一直感觉到非常遗憾，心中也有内疚，因为劝了很多次，都劝不动。当他真正想通了，需要离开这个国家了，那么又没有这种机会了。在这个时刻，说什么都是空的。其实人真的应该在有条件的时候多想一想未来，哪怕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子女、自己的家庭，不要玩心那么重，老是认为自己在最后一刻都可以做主，随时可以逆转。其实人的一生有很多时刻，你会感觉到大自然的力量、自然规律是很难抗拒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